位学员大家好，我是成功大学电机系李顺宇李老师。那欢迎大家来继续观赏我们摩克斯的单元。那这个单元是我们癫痫刺激器跟镜面系统设计的第二个单元。那在第一个单元我们谈到了讯号的检测。那在这个单元我们主要是要介绍讯号的处理方式所以呢我们也针对讯号处理的方式的电路设计来进行说明。首先呢我们把类比的讯号转成数位讯号以后呢，那因为它是三角区分调变器的技术，所以在第一个单元的话呢我们必须要做讯号的降频，这个动作我们叫降频滤波器那在这个降频滤波器主要会提供3个功能。第一个的话呢就是把杂讯滤掉，第二个的话要把低位元变成高位元，第三个的话呢要把这个非常高的取样频率把它降到一般的这个奈奎式的频率上面。那接下来的话呢我们就要提供一个人工智慧的演算法，那去进行癫痫的辨识。那当我们得到这个辨识以后呢，那我们就是开始要启动我们的刺激器去做刺激的动作，那去进行神经的调控，那让我们的这个癫痫的讯号能够被抑制掉。好，所以呢首先呢在整个数位电路设计的话呢，第一个当然就是我们 ECG 的讯号的量测以后呢，那经过三角区分调变器经过滤波器那去做这个滤波跟降频的动作。那在人工智慧这边的话呢，主要会有2个方块，一个叫特征截取，我们叫 feature extraction。那等一下在下一页我们会谈到这个讯号的分类，我们叫 classification。那在特征截取这里面的话呢，我们的特征来源主要会有4个，一个就是你振幅的大小，因为癫痫发作跟正常的讯号它的振幅会不太一样。另外它所产生的特殊的频率也不太一样，还有呢它在整个变异性所加减出来的这个商数它的值也不会一样，还有它的这个 standard deviation就是它的资料的变异性本身也不太一样，所以我们会针对这4个特征去做分析那从这里面去得到一个权重，那从这个权重可以来了解到底它是不是一个癫痫的讯号。那接下来的话呢，我们就是最小平均化的这样的一个分类器当然我们可以用类神经网络啦，可以用 Split Vector Machine这样的一个技巧来做那这个也都在我们研究的范围不过呢在这一个单元里面我们主要是用 LLS 的方式来做这个癫痫讯号的辨识。好，那当我们整个辨识出来的时候呢如果正常当然就是电路都没有被启动，那如果发现不正常的时候呢，那我们就会开始做电击我们有光刺激还有电刺激可以提供这个医生来使用。好，那从这张图基本上我们可以看到整个数位讯号处理的整体的流程。那首先当然资料是从 Sigma Delta Modulator 这边从类比转成数位以后，我们开始要进行处理。那这个数位讯号处理器主要是提供前处理，那让我们这个资料可以提供给后面做辨识。那这个辨识的方面的话呢，我们主要是提供特征的截取跟分类那从这个分类里面呢了解这个权重，那我们从这个这个值上面的话呢，可以知道说到底它是不是一个癫痫的讯号。如果发现是癫痫的讯号的时候呢，那基本上我们就要做这个电击的动作。那在这里我们提供给医生2个选择，一个是电刺激器，一个是光的刺激器。那就是整个在数位讯号处理上面的话呢，我们基本上大概是用18个位元的方式来做这个运算那所采用的数位讯号处理主要是用数位滤波器。那数位滤波器的话呢我们主要就是先把1个位元变成比如说18个位元或者16个位元这样子。那为了要快速或者大量的降频减少资料量，所以通常第一级我们会用一个
空 filter 来做处理。那不过空 filter 的缺点的话，就是在音变里面，它的这个振幅基本上会被衰减掉。所以呢，为了让补偿这一个衰减的振幅的话，通常在第2个阶段我们会用一个补偿滤波器。那在第3个阶段的话呢，我们就会做一个杂讯的一个滤波。好，那我们可以采用 FIR filter。那缺点的话呢，就是接数会非常高。那不过优点的话呢，就是它是一个 linear phase。那也就是说，它的 group delay 是可以是 constant。所以呢，我不同的频率可以同进同出，那这个对医疗是非常重要。那不过为了为了要让整个系统的成本啊、功率消耗能够降低，所以在这里我们是用IR filter。那 IR filter 的优点当然是 cost 比较低，接数比较低。可是它的缺点的话就是non-linear phase。所以为了克服这个问题的话，那基本上我们就必须要是用一个 equalizer。来补偿它的相位，那整体这样出来的效率的话呢，基本上它的接数可以比较低那可以节省这个成本跟功率消耗。那在这个部分的话，我们资料处理完如果说我们要送到这个无线传输上面，比如说跟我们的无线发射机、接收机做传输，或者跟蓝牙做传输的话，那我们可以采用这个 UR 的这个通讯协定，当然也可以选择 I2C 啦、SPI 等等这些通讯协定，那来做这个讯号的传输。那在这边的话呢，我们主要是一个 UR 的一个通讯协定的系统。好，那我们在整个这个讯号的这个检测上面的话呢，那我们通常要看它的品质，那就会去看它的频谱。那我们会提供2个讯号突痛的 test 去了解它的讯杂比啦，还有讯号跟 harmonic distortion 的一个比例。那看它这个品质是不是够好。那在这里的话，通常我们以这个例子的话，必须要到达将近12个 bit， 那才足够提供给医生去做辨识。所以这个是 Sigma Delta Modulator 出来的解析度或者它的这个品质。好，那经过这个 Sigma Delta， 那接下来当然送到Decimation 的 filter， 那我们也要去看它的品质是不是有达到70 dB 以上的讯杂比。那我们所输入的讯号的话，突动 test 就是要去模仿我们癫痫或者我们脑电的讯号，所以是非常低频的，所以大概只有70或者70以下的赫兹这样。那去看它的harmonic distortion 是不是能够逼近70 dB 左右。那另外的话呢，去看它是不是在200赫兹啦以下的话，是可以把这个杂讯滤掉。比如说我们讲话的声音或者我们移动的声音都在200赫兹以上。那我们希望透过这个数位滤波去把高频的讯号把它滤掉，那避免相关杂讯的干扰。那这个就是我们整个设计出来的晶片它的规格，包括前置放大器、类比数滤波器那整个功率消耗可以控制在300 microwatt以下，那解析度可以高到70 dB 以上。那加上这个数位滤波器的时候呢，基本上仍然能够保有有效的位能够在12个 bit， 那讯杂比也能够在70 dB 以上。那相较于过去文献上做的，基本上是本身有它的一个优势在。接下来的话呢，就是针对疾病的这个特征的截取这一块那我们想要从这个所谓的 average 的 APEN 它是一个平均的近似商的一个演算法。那这个近似商常常是用来做生理讯号的这些分析跟辨识。那第二个的话，我们也采用在频谱上面的频率。那频率的截取就透过傅立叶转换来获得。第三种方式的话呢，就把这些讯号基本上有3种，从这个振幅啦、频率啦，
还有这个近视商这一个演算法啦出来的这个结果，那透过这个结果去做训练，那训练出来再去针对我们这个癫痫的讯号去做辨识。那比如说呢，我们这个平均的近视商来讲的话呢，基本上它的做法就是是资料进来的时候呢，它是一个N 尾的一个资料量。那我们把两之间的资料量去做相减，那了解它的资料的变异性。那另外呢再求出最大的这个变异性啦，那再把这一些变异性再把它加起来，再去适当的去做平均做运算，那从这个值我们其实可以获得有癫痫跟没有癫痫基本上这个值是不太一样的。比如说以这个例子来看的话呢，我们以64点为例，那基本上会发现就是说有癫痫的它的值，它的熵的值会比较高，比较低，对不起，基本上没有癫痫的时候，这个值相对的会比较高。那我们又透过我们特殊的运算，就是把64点分成32加32，也减少记忆体的储存量，那我们发现它的辨识率是可以更高的。所以呢，它可以提高我们这个癫痫的这个讯号的辨识的能力。所以我们就拿这个平均的这个近视商来做我们的辨识。那通常如果只有一样的话呢，可能你的辨识的效果并没有那么好。所以呢，基本上还需要找其他的特征来做分析。所以我们又找了第二个特征的话，是在这个频率上面去了解。我们发现说，在癫痫发作的时候呢，那可以很明显的看到5赫兹、10赫兹、15赫兹的讯号。那这个是从动物实验这边的结果得来的，所以我们就把这3个频率、这3个tone也作为我们特征截取的一个参数。那另外针对这个振幅也可以发现，就是说有癫痫跟没癫痫的时候，这个癫痫它的振幅相对也比较高，所以我们就拿这样的3个参数来做分析跟辨识。那就是透过这个权重的这些训练这些运算，那把它送到 LS 的分类器上面，去了解这个整个出来的这个值是不是接近我们癫痫的预测。那这个所以我们就透过这样3个的参数去做运算，那整个辨识出来的结果先去做完运算，那最后再把这个深度学习的这个结果那直接去拿我们的这个癫痫的讯号来做测试，看它的整个辨识率到底有多高。那这一部分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发现在老鼠癫痫讯号发作的时候，基本上到老鼠身上有动作大概有60秒钟的一个黄金时间。所以假如说我们在60秒之内，我们侦测到它有癫痫，而且做电击的话，事实上是有机会抑制老鼠它的癫痫不要发作。所以呢，透过这样人工智慧，基本上是有具备预测的这样的能力。在这一当中我们主要是要来介绍癫痫测试的结果。那基本上这个癫痫的资料是来自于老鼠。那其实从这个图上面你可以看得到我们这个癫痫没有发作，可是在第2行还是有测出这个红色警戒线变高的情形。那基本上这是不对的。那我们去检讨到底为什么没有癫痫发作却有这样的一个提高这个阀值的这种状况。结果发现说原来这是motion artifact， 就是老鼠在移动的时候所造成的这个情形。所以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的话呢那我们就是在老鼠的脑部上面的话，我们用了两个点的侦测。所以当2个点都侦测到癫痫的时候，我们才确定判断它是有癫痫的发作。那透过这样的一个做法的话呢，基本上我们就重新去测癫痫，结果发现说没有癫痫发作的时候，事实上2个阀值都会提高。
如果只是一个motion artifact 或者是一个干扰的话呢，那可能2个这个阀值都不会提高，或者甚至只有一个提高。那我们即使一个提高，我们也判断这是正常的讯号。所以呢，当我们确定是有癫痫发作的时候呢，那我们就开始要去做电极的刺激。所以呢，在这个刺激里面的话呢，我们主要是去调整它的讯号的振幅大小，还有这个讯号的宽度、时间。另外就是说，那多久我要做电极的这个刺激？那这个主要是因着你的振幅跟刺激的长度大小，就是你提供的能量，你提供能量够大，你这时候神经才会有反应。那神经在经过这个去极化、再极化、过极化的时候还没有完成，其实你刺激也没有效果。所以呢，就是刺激它有一个刺激的频率存在。多久你刺激它才是有效的这样。所以呢，我们就去调整它这样的一些参数。那去把这些资料放在我们的刺激器上面。那这一些资料当然是由这个医生来提供。那从临床这边的实验来了解说，那我到底需要多少个振幅，多少的时间。那不过我们就是在刺激器上面要提供医生是一个可调式的，所以呢，医生可以去调整电流的大小啦，或者就是说这个波形的长相啦，那因为不同的大小、不同的长相，其实它的疗效是不太一样的。那我们希望提供这样的一个刺激器，那在临床上面方便医生们能够做研究，还有方便我们实验室能够针对不同的老鼠还有就是不同的癫痫的状态提供不同的刺激的这个波形那来了解整个刺激的疗效的状况。那最后这边的话呢，在输出级我们主要是一个数位类比的一个控制器我们叫做 Digital to Analog Converter。那这边的话呢，我们如同我们第一个单元所讲的，基本上我们提供电刺激还有光刺激来了解整个老鼠的癫痫抑制的效果是如何，而且也了解这个老鼠的细胞经过这不同的刺激的话，是不是有细胞损害的情形。好，那这边的话呢，基本上从右边这边图，基本上你会看得到，就是说我们提供有2种的 type 的刺激波形，一种就是monotonic，那就是它基本上只有一个单一方向的刺激，那可以调整振幅、频率，还有刺激的时间长度。那另外一种是你可以适当的去做 reset，那就是刺激正的时候或者刺激负的时候，我可以先归零。那主要就是在这个时间点，你可以去把神经上面的电容它的电量能够先把它放掉。那这个在临床上面有不同的疗效存在，所以呢，我们就提供这2种调变的方式，那可以调变不同的波形。那在临床上面可以研究对神经调控或者癫痫的这边的治疗效果到底是如何。那最后一块的话呢，是无线传输的部分。那无线传输的话有2种选择，一种假设我们要跟手机这边做连结的话呢，那当然蓝牙是最好的一个solution。那另外我们也自行开发这个无线传输接收器，主要是蓝牙的功率消耗非常的大。假设你要植入式，也希望能够传输比较低功耗，那你必须要采用比较简单的架构，意思就是说，你可能需要传统的 IQ 的调变解调片变成 OOK 或者 FSK 的调变，所以在这个架构里面的话，主要是一个 OOK 的一个设定例子。那透过时间的切换，你可以做发射跟接收的动作。好，那首先的话呢，在发射机上面的话呢，在资料量进来的时候，我们只是一个简单的一个0101的控制器去调整我们的这个偏压的电路，那我们叫 biased stimulation 的 circuit。那这个出来讯号可以送到我们压控振荡器去。那我们要设计一个非常低功耗的一个voltage control oscillator。那这些讯号把它调动到2.4G，
在我们的例子，我们是调到跟蓝牙一样的 2.4G 的频带，那我们就送到一个 Power Amplifier 上面，那把这个讯号透过天线发射出去。那在 Power Amplifier 这一块的话，我们特别重视，因为它的功率消耗非常大，所以用了很多这个 Current Reuse 的电流重复使用的技术啊，或者就是说一颗电晶体它不但可以提供正的放大，也可以提供反向放大。那比如说透过 Common Source Amplifier、Common Gate Amplifier 来提供2个的放大的倍率，那让我们这个讯号输出的强度能够加强。那在接收端的部分的话呢，因为是 OK， 所以我们大概需要一个 Analog Detector， 那也就是一个波峰检测器。那我们再透过这个放大器，那最后我们送到一个比较器。那为了克服这个杂讯的干扰，所以我们基本上是采用2个随修后的一个比较器，那很类似像史密斯的trigger 的电路。那在这边的话呢，因为我们是1.2伏的系统，那随修后原本应该是在 0.6， 那我们就把它设定在超过 0.7 的时候它才会为1，那小于 0.5 的时候它才会0。那透过这样 Smith Trigger 这样的一个概念是可以让我们的 bit array 能够降低的。好，所以整个的设计的话呢，从我们无线传输啦，还有或者数位讯号处理或者类比前端，可以经过我们整个微次机器。那我们整个电路设计就介绍到这里，到下一个单我们再来跟大家介绍我们整个量测的结果，还有临床的试验的结果。那谢谢大家。